女孩震惊地发现厕所门外有人手持钢管，结果下一秒那人就闯进来对她实施了性侵。事后女孩被一对母女发现，送往了协和医院，然后诊断为因强制插入导致了严重撕裂和出血，以及结肠穿孔，而凶器就是那根钢管。并且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受害者竟是一名变性人，这不由得让警方怀疑这是起仇恨罪。随后警察先询问了女孩的父母，试图获取一些线索。而据二老讲述，女儿伊娃有一个分分合合的男友，两人近期正因感情问题发生争执，男友怀疑伊娃在和别人约会，显然男友就有嫌疑了。然而面对警察的审问，男友矢口否认伤害了伊娃，坦言自己虽然生气，但绝不会对伊娃下手。可警察根本不相信，于是男友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，就是伊娃曾在 KTV 上班，但上周却因为和客人发生争执被开除了。所以这么看来，那名客人又有嫌疑了。随后为了查清对方的身份，警察又找到了那家 KTV， 并从监控中可以看到伊娃打了客人一耳光，看上去像是私人恩怨，但酒保不认识那人，只知道他是某音乐公司请的客人。而据音乐公司老板讲述，是伊娃先打了我的客人，然后我就让人把他撵走了。接着警察想知道被打的人是谁，老板则称是自己新签的一名艺人，叫海普，他是一名冉冉升起的嘻哈新星。至于被打的原因，是海普开了个玩笑，但伊娃感觉被冒犯了，所以才发生了那一幕。随后警察就来找了海普，可他否认伤害了伊娃，并表示案发时自己在工作室，根本不在现场。而由于没有证据，警察也只能先离开了。可他们刚回到派出所，就有人发现有网友发了偶遇海普的合影，而且地点就在案发现场不远，时间也是在案发前20分钟。所以说海普称自己整天都在工作室是撒谎了，那就有必要审一审了。起初海普还嘴硬，可警方有证据，然而他还是撒谎，只是在周围吃了个午饭，根本没见过伊娃。警察肯定不信，但海普就是咬死了没见过。最后警察也没办法了，只能任由他离开。结果这时技术科又找到了一处监控，拍到了伊娃曾和海普的制作人在一起。再仔细一查后发现，制作人的案底很是不少，所以警察又怀疑上了他。而当看到照片后，制作人坦然承认确实见过伊娃，那警察就得好好盘问一下了，是不是你俩谈了？不料制作人却表示是在谈生意。伊娃是作曲的，他给海普写了几首歌，但是如果一个变性人的名字出现在作者栏里，会毁了海普的公众形象，所以我去给了他5万块买断他，让他保持匿名。而这个理由还真站得住脚。随后警察也找到了被伊娃撕碎的支票，那是音乐公司给他的，所以现在看来是伊娃拒绝了。于是有人担心他告诉全世界海普的歌都是他写的，因此采取了过激手段。可到底谁是真凶呢？还一时难以判断。而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说是海普，因为实验室在伊娃的指甲里发现了他的 DNA。于是本森立即下令抓捕海普。紧接着警察就在协和医院附近逮住了海普。当面对 DNA 证据后，海普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。在警察保证会保守秘密后，他终于坦白。 So the reason my skin is underneath her fingernails is because we had sex. We're dating. We're in love. 这倒是没想到的，警察都愣了。不过事后经过分析，大家认为他说的是真的，因为在嘻哈圈，海普的公众形象至关重要，与变性人交往被视为禁忌，一旦曝光，他的职业生涯将彻底毁灭，甚至会被整个圈子抛弃。所以他之前才一直说谎掩盖的，但这一切都得讲究证据。本森决定还得再审一遍，于是又让海普解释为什么在 KTV 会被伊娃打耳光。结果他称是因为我假装不认识他，开始开了一些愚蠢的玩笑，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俩的关系而已。那警察就疑惑了，随后说出了制作人曾说过，你们是因为写歌匿名的事产生了矛盾。哪知海普立马否定了这事，表示伊娃不会写歌，甚至不喜欢嘻哈，从一开始都是我自己作曲。至于为什么那天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，是因为我俩约好了一起吃饭，伊娃想公开关系，可我最后胆怯了，就放了他鸽子，然后在附近酒吧喝了一杯后就回去了。随后酒吧证实了海普确实去过，监控也都录了下来，所以海普可以排除嫌疑了。那真凶到底是谁呢？只剩下制作人有嫌疑了。接着警察找来了那天发现伊娃的母女，让他们辨认。结果小女孩看到制作人后眼睛一亮，意思是他曾出现在现场。随后本森就来找了检察官，跟他讲了制作人的作案动机，就是担心伊娃对海普的形象和事业造成威胁，因此想收买他，可却被拒绝了。所以制作人用一根钢管教训了伊娃。对此检察官决定申请搜查令，可哪知就在这时噩耗突然传来，伊娃1小时前去世了，因此强奸案升级成谋杀案了，这让警方压力倍增，必须尽快查明真相了。紧接着他们就来到了制作人的公寓，却不曾想看到了震惊的一幕，制作人竟被枪杀了。而顺着血脚印，警察很快就发现了躲在里屋的海普，一看就像是凶手，于是便将他逮捕了。可海普交代行凶的原因竟是因为发现签合同时被骗了，所以才去找制作人深入讨论这个问题。不料他生气了，先打了我，然后我回击了，他就掏出了枪，我抢了过来。结果听到这，律师都尴尬了，赶紧提醒海普别编得太离谱了。海普这才匆匆说到最后我开枪了，律师则辩护这是正当防卫，还说了一大堆理由，但警察懒得听，谁心里都明白海普就是去为伊娃报仇的。
于是便明确问他是不是因为伊娃。可海普为了自身形象，坚决否认了，咬死了就是因为合同纠纷。对此警察也就只能先由着他了。不料这时他们又查到枪竟然是音乐公司老板的，然而老板对此的解释是肯定是海普偷的，但警察可不信，他们怀疑一切都是老板的阴谋，猜测就是他想给伊娃5万，打发他离开海普。在伊娃拒绝后，就让制片人教训了他。然而对此老板却很从容，根本不惧警察的指控，最后就这么把他们给撵走了。可不管怎么样，检察官都要起诉海普蓄意谋杀，但善良的本森不同意，他认为海普是为了给伊娃复仇才行凶的，有冲动行事的成分，可以宽大处理。然而检察官就是不认同。不过最终在本森的争取下，检察官决定给海普一个机会，于是向他提供了误杀罪的认罪协议，只要海普讲清事情经过，也就是说向法官承认自己是一时冲动，因为爱着伊娃。不料律师却摇了摇头，海普就立即回绝了，坚称纯是因为商业纠纷，并且完全是自卫，至此他也不想公开和伊娃的关系。这下可没招了，检察官只能按程序起诉了。不料本森还是不死心，他已经看出是律师在操控海普，因为律师是老板请的，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公司的名声，甚至不惜牺牲掉海普。而为了证实老板是最终的幕后黑手，本森向检察官要了搜查令。等到找到了证据后，他们又来见了海普，然后拿出了一段录音，是老板让制作人搞定伊娃的对话，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公司的利益。而这段对话的时间就在伊娃被性侵的2天前，所以检察官只要海普指证老板，就可以达成协议，只判3年就行了。不料律师还想阻止，却遭到了本森斥责，只能老实闭了嘴。接着本森又苦口婆心劝起了海普，希望他为伊娃讨回公道，同时也明言一旦你坚持开庭，败诉后就得蹲20年大牢，所以达成协议是最好的选择。可最终海普选择不做告密者，坚持开庭，这下警方可算是仁至义尽了。然后双方就在法庭上展开了唇枪舌战，检察官当然起诉海普蓄意谋杀，而律师则为海普辩护属于自卫，可辩词却是空洞无物，因为他本就是来走过场的。最后海普他宁愿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也不愿在法庭上承认自己与伊娃的关系，不愿毁掉自己在嘻哈圈的形象，不愿被贴上同性恋与变性人交往的标签。而这份被名利绑架的固执，最终让他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。因为陪审团果然判决海普故意谋杀罪成立，接下来就是蹲20年大牢了。而老板则成了最大赢家，因为海普的歌已经冲上了热榜第1，以后他可以继续躺着挣钱了。对此谁也无可奈何，谁让海普更看重名利呢？